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乌乌。蜜汁叉烧可谓是粤菜里最具代表性的菜式之一了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府人，乌乌虽然不是专业的厨师，但绝对是有着地道口味的吃货一枚。对待叉烧肯定是有态度有要求的。这里是足足1公斤的肉，看这准备的分量就知道一定好吃吧，不然我才不浪费那么多的肉呢。传统一般会用梅头肉来做，但我觉得用五花腩来做更好吃，多点肥的。哇，肥菜更正啦！把肉切成约 2.5 厘米的大块。五花腩呢，先去皮。这样子大小的腩肉1开2就差不多了。切好的肉拿去泡泡清水，把水泡出来。泡水的时间呢，我们准备腌料。红葱头碎和蒜蓉都要少量就可以了，若有若无的给味道增加点层次感就 OK 了。具体的分量我会打在屏幕上，可以暂停一下记下来哦。五香粉也不能放多，它的味道有点霸道。柱侯酱呢，我不喜欢放，我觉得放了的话酱香味太浓了。叉烧的腌料可谓是各施各法，出名的粤菜酒楼或者是烧腊店铺，味道都是各有特色的，没有最好吃的，只有自己最喜欢吃的。最后放一丢丢的小苏打，能让叉烧的肉质软嫩爽口。泡过水的猪肉彻底吸干水分后，就可以放进腌料中了。现在分享的是我多年来不断尝试改良的一个配方，你们有自己心水的配方吗？给他们来个至少5分钟的深度马杀鸡，把肉完全的浸泡到腌料中，放冰箱腌制至少8个小时。现在我的叉烧已经腌制了20个小时了，可以准备烤制啦。烤之前呢，要把肉表面的这些葱蒜清理一下，不然会很容易烤糊。还有最好要准备一个架子，架着烤，受热会比直接平铺在盘子上更均匀。进烤箱前还要准备几粒米，这是红曲米，一种天然的养色剂。虽说是天然吧，我自己平时也懒得用，因为它并不影响味道的，只是拍视频为了让叉烧更有叉烧的气色，给它抹点腌制是必须的。而我没有把红曲米放进去腌料里一起腌，是因为我个人不喜欢那种肉里面也染成红红的那种叉烧，表面有颜色我就觉得够了。烤炉预热到220摄氏度，放进去，先一面烤15分钟。烤的时间里，我们来调制蜜汁。这里的柠檬汁一般是不加的，是我的个人爱好，可以去点腻。烤了一面15分钟后，就翻过来另一面，再烤10分钟。时间到了。出炉前把烤箱的温度调低到140度。现在来给它上蜜汁吧，给叉烧正反面和四周都均匀的涂上一层蜜汁，然后回炉继续烤个10分钟。哇，正，起晒火雞啊！火雞是指烤焦的边角位置，它是叉烧烤的焦香够火候的标志，像极了广州某老字号的标语，烧至焦香，油见火鸡。但为了健康，我们还是会把它剪掉的。剪完火鸡后，再往蜜汁里加入1汤匙的蜂蜜，让蜜汁更加浓稠，然后给叉烧2度上蜜，浓浓的一层蜂蜜涂上后，再烤个5分鐘。好啦，出爐。完美。哇，真係生個叉燒好過生你喎。哪裡？冇啊，我話緊你個叉燒靚啫嘛。下面我们来见证叉烧爆汁的时刻。看这流淌的肉汁，哇，你的口水也是这个状态吗？快把你口水的势能转化为手的动能，去给我点赞分享哦。刚刚切完了五花腩，现在再来看看梅头肉吧。不喜欢肥肉的话就可以选它哦，而我的选择呢，永远都是肥叉。这个做法的叉烧绝对不是最好吃的，但绝对是非常好吃的。这是来自一个老广的灵魂推荐，感谢你的观看。喜欢我做菜的话，请订阅频道哦。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